Hello，大家好，Welcome to 昆明，欢迎来到昆明。昆明呢是云南省的省会，也是我此行的第3站。很早以前呢就知道昆明是一座春城，今天呢终于见识到了。前2天呢不是全国大范围的降温嘛，就连广东省它都已经变得很冷来了，但是昆明这边呢依然很暖和。你看我现在都穿这个衬衫都 OK， 我有穿外套，但是穿外套真的很热，所以穿衬衫就可以了。之所以这边的温度这么高呢，主要是因为在云南和贵州中间有一座山叫做乌蒙山，这座山把寒流挡住了，所以云南大部分城市都是非常暖和的，真的是非常神奇啊。所以呢，这次来昆明呢，我会待上个大概5天左右吧，带大家看一下这座城市，看看这座城市有哪些值得做的事情。OK，let's go。这里就是昆明老街。我来之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一条街，来了之后才知道这是一片街区，是由好几条街道组成的，有点类似于古镇的格局。老街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，比如这座对月楼，也被称为纸片楼。从这个方向看，真的很像纸片一样。这是老街的地标建筑，所以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拍照。旁边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。这里还有一家100年历史的老字号药铺福临堂。只要5块钱就可以挂号，可以让老中医给你把脉。老街的广场上有一幅巨大的铜地图，标注有很多老昆明的地名。最重要的当然是甬道街的聂耳故居了，这是聂耳先生从小生活的地方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就在这个地方创作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马家大院、同庆峰等，都是老街上非常著名的小景点。来逛老街的时候都可以去看一下。昆明老街每一条街道都非常有特色，比如钱王街，这里有很多著名的餐馆。再就是甬道街，街道的尽头居然是花卉市场，除了有鲜花盆栽，还有各种宠物。据说周末的时候这里还有很多古玩小摊呢，所以来昆明旅游的话绝对值得一逛。冬天的时候来昆明旅游，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看海鸥了。而看海鸥最佳的地方当然是滇池的沿岸了，其中海埂大坝是最著名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海鸥数量最多。但是这里的投喂时间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，所以必须要早点过来，其他时间过来的话就看不到那么多的海鸥了。而这里的游客数量也非常多，所以呢，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地方，叫做海虹湿地公园，也是在滇池的旁边，是一个大型的湿地公园。这里的游客数量远远没有海埂大坝那么多，但是海鸥的数量却并不比海埂大坝那边少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投喂时间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，持续2个小时。这个时间段对于住在市区的游客是非常友好的，可以傍晚的时候过来，不仅可以看到大量的海鸥，还可以顺便看一下滇池的落日。而且这个湿地公园的环境非常好，公园内还有一片水杉林呢，树林当中修建有木栈道，风水期还可以在水杉林中划船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体验一下。另外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由于滇池边的风还是比较大的，傍晚的时候过来最好带上一件外套。最后就是关于投喂海鸥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带一些面包过来，也可以现场购买一些欧粮，10块钱一袋。这里就是云南省博物馆了，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，拥有超过23万件文物，展示有云南的历史、文化和艺术，是了解云南最便捷的地方。博物馆的建筑外形非常漂亮，正门道路两边还可以看到很多有云南特色的雕塑，这些塑像都是近代考古发现的文物的复制品，比如这个大鹏金翅鸟就是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博物馆的内部总共分为3层，规模跟之前去过的成都博物馆相比要小很多。这样的规模作为一个省博物馆确实是小了点，刚进来的时候还有点小失望呢。不过好在这里的文物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，展示有从5亿年前的微生物时期到现在的云南历史，而且每一个展馆都非常有特色。比如这个远古云南馆中可以看到很多古生物的化石，有恐龙化石、古代海洋生物化石，还有云南各地的古人类的化石。在文明之光馆中可以看到很多古滇国的文物，比如这个牛虎铜案，一虎是阿牛，具有中原地区氏族案的特征，
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，是一件和马踏飞燕齐名的文物，号称北有马踏飞燕，南有牛虎同案，可见这件文物的价值之高了。然后就是妙香佛国馆中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历史，这应该是云南历史上最为重要的2个时期，尤其是大理国的文化，明显能看到很多佛教的元素。最著名的就是大鹏金翅鸟了，它的完整名称叫做银流金香珠金翅鸟。刚刚在外面看到的就是它的复制品，和复制品相比，原版就这么一点点大，但它却是这里最重要的镇馆之宝，代表了大理国金银器工艺的最高水平。这个金翅鸟的梵文名叫做迦楼罗，是被尊为大理的守护神，是佛教护法中的天龙八部。说到天龙八部，就想到了金庸的小说《天龙八部》，所以我专门看了一下大理国皇帝的世袭表，真的有段正明和段正淳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段誉。除了这些古代的文物，还可以看到很多近代的文物，最著名的就是聂耳的小提琴。当年聂耳就是用这把小提琴创作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虽然这个博物馆的规模确实不大，但是还是非常值得来看一下的。这里就是官渡古镇的入口了。官渡古镇是云南的10大古镇之一。刚看到这个古镇的第一眼，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新建的仿古小镇，因为这里的建筑看上去都特别新，但实际上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。早在南诏国和大理国的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了，在明清时期更是成为了商业发达的大型集镇。官渡的意思是官家渡口，因为在当时有很多官船在这里停靠。现在这个古镇的商业化氛围已经非常重了，很多建筑都是后来修建的，只有地面的青石板还能看出一点古镇的印记，所以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像是一个纯商业化打造的仿古小镇。不过尽管如此，这个古镇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一看的，因为在古镇内有很多人文景点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五山六寺、七阁八庙，其中号称六寺之首的妙赞寺是这里最著名的小景点。这座寺院的规模并不算大，而且现在这里的香火也不是很旺，不过在历史上它却是非常有名的。门前有一座建于明代的金刚塔，目前在中国现存有10几座金刚塔，这座金刚塔这是建造时间最早、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座。对面还有一对妙赞寺金鸡双塔，是官渡的8景之一。东塔是真正的古迹，西塔则是后来重修的。双塔和金刚塔中间还有一座古戏台呢。另外这里还有一座法定寺，是佛教密宗在官渡兴起的地方。比起妙赞寺，感觉这里的香火更旺。你看，还有很多许愿的丝带呢。不过这座寺院的规模真的非常小，只有几座小型的大殿，但是这些大殿呢，仍然保留有宋代建筑的风貌，所以是一座非常值得来参观的寺院。除了古建筑值得一看，古镇的美食也不少，有很多官渡特色的美食，比如这个官渡粑粑就非常有名，我看很多博主都有推荐过，是当地的传统美食，价格不贵，一个才3块钱，味道也还不错。来这个古镇可以品尝一下，味道还不错呢。这当地的特产，3块钱一个，很便宜。这是玫瑰麻糊，真的有玫瑰的味道在里面。这里是昆明的文林街，秋天的文林街是昆明最浪漫的地方，因为金黄的银杏树叶铺满地，拍照会非常出片。但是我来的时间呢有点晚，银杏树叶已经差不多掉光了，11月中旬左右来应该会更好。虽然这次没有看到漂亮的银杏落叶啊，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家非常有特色的书店，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一家文创用品店，因为不仅有书，还有各种文创用品。只是书店的规模比较小，但是内部的氛围感非常好，拍照也非常出片。而且书店内部有独立的小房间，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，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好地方。大家如果来昆明旅游的话，可以来这家书店看看，内部的氛围真的很赞。文林街走到尽头就是翠湖公园了。翠湖公园是昆明老城区中心的城市公园，最早的时候是吴三桂家的后花园，现在成了当地市民的活动中心，每天都有不少人来翠湖边锻炼呢。一来到公园附近，我就看到有人在练习倒立。翠湖一年四季景色不同，春天有遍地的郁金香，夏天有接天的莲叶，秋冬2季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的海鸥。说真的，这边的海鸥数量其实还不少。
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去滇池看海鸥的话呢，可以来这个翠湖，这里也有很多海鸥。虽然数量啊没有滇池那边多，但是这边的海鸥也是一样的。看这里好多了，这里的海鸥也是有人定期投喂的。你看那边就有人在投喂海鸥。现在这个时间是中午12点，所以你们中午的时候过来就可以看到了。这里的海鸥密集程度一点都不比滇池那边低。你看天空密密麻麻的黑点就知道了，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壮观。这里除了海鸥，还有大鹅和松鼠，感觉这些动物都不怎么怕人。我还看到有人拿着坚果喂松鼠呢，看来当地人和这些小动物相处的都非常不错。另外，翠湖公园的西门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堂，这是民国时期的顶尖的3大军校之一。下午3点可以观看士兵的换岗仪式，而且讲武堂中西结合的建筑非常适合拍照。来逛翠湖公园的时候，可以顺便看看。前面那个建筑就是网红筒子楼了，它的名称叫做奥城大厦，其实就是一栋360度的圆形商住两用大厦。因为在6楼有一个中庭花园，独特的外形，超广角拍照非常出片，所以成为了来昆明旅游必打卡的一个景点。现在这里在施工，外面围起来了。导航到奥城大厦的西北门，乘坐 AR 或 BR 电梯直接上6楼。来到6楼，你会发现这里通向露台的门也都被封起来了，因为露台上面也在施工。我走了一圈，找到了一个门是开着的，进去看了一下，确实还没有建完，感觉像是在打造一些小景点。完工之后应该会对游客开放。这里的拍照真的非常出片，尤其是超广角拍摄天空，可以拍出坐井观天的感觉。如果在井口加上一些特效，比如飞机，应该会很不错。昆明有很多夜市，但我最喜欢的就是双桥夜市，因为这里的氛围特别像东南亚的夜市，而且双桥夜市的规模是最大的，营业时间也是最长的。再就是小吃的种类是最丰富的，最重要的是价格还便宜，羊肉串4串才10块钱。这个肉的分量比红柳的还要多，这一串就这么多肉，4串才10块钱，真的很划算了。这里还有这种现榨的果汁，一杯居然只要12块钱，真的是用手一个一个现榨的，超级划算。你这个榨一杯大概要多少个橙子啊？14到15个。哇，那你这个价格真不贵呀！不贵了，我们都是赚点辛苦费了。对啊，真的真不贵。没有那种他们那种暴利的。而且你这个还得用手工去这样榨。对。而且都是纯果汁，又不加水不加糖。对呀。谢谢啊。嗯。可能有人会觉得双桥夜市的环境不是很好，确实没有很多新建的夜市或步行街那么干净，但是这里的氛围是那些新建的夜市无法相比的，绝对值得一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来昆明旅游最值得做的8件事情了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吧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下一站我会去丽江，那咱们丽江见吧，拜拜。